那這次裡面有一個你剛才講的無人的這個無人機的部分來講，你們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無人機的一個展示，我覺得那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艷。那這個東西也就是說，台灣在這個無人機這個地方，剛剛講透過這個 AI 或透過這個東西，我們現在在這個分也才開始成熟了嗎？無人機的表演，這個我們不能居功，這個是台北市電腦工會他們去安排的。那無人機的部分呢，同樣的就是說，因為無人機現在一般的這個技術大概大家都差不多了。它的重點呢，一個就是實作經驗，另外一個當然就是在無人機的這個飛控，還有它的電控。那這些只要是跟資通訊有關的，其實台灣都很厲害。因為現在無人機最強大還是中國。那大家現在擔心的是說，我們現在就是發展無人機，到底有沒有我們的利基？因為說雖然這是很多東西我們都有，可是他會講說我們做這個東西比中國要貴很多，你在這個 CP 上面完全不划算，是這樣嗎？我們有改變的空間嗎？哦，當然有改變的空間啦。第一個就是我們無人機，因為中國是因為它有早發的優勢，所以它在商用的話，全球市占很高。當然這個跟它本身的生產成本會有很直接的關係。那我們台灣無人機業者，我們起步比較晚，那我們的市場規模小，所以現在最重要就是說幫這些無人機業者找到出海口。那他們兩大的這個業務重點，一個當然就是我們自己國家的無人機計劃。那像國防部未來幾年會投入相當的這個預算，來發展我們自主的這個國防產業的無人機，那這個對無人機業者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訂單。那最重要就是說，國際上哈，第一個它需要有出海口。那現在對台灣最好的機會，就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，所以很多國家希望說必須要去鴻供應。我在上個月有帶10幾家台灣的無人機業者到日本去訪問，那我同步也去拜訪4家日本最知名的無人機公司，那他們都跟我講同樣一件事情，就是目前他們的零組件80%、90%都來自中國，那他們很希望在未來2、3年盡快的全部把它替換掉。那當這個當這個過程的時候呢，成本不見得是最優先的考量。對。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的機會了，就是我們在資通訊、晶片設計、電控整合這些的優勢，再結合全世界的去鴻化的這個趨勢，這個就是我們的機會。那如果你有找到足夠的出海口，那你的規模擴大，成本自然就會降下來。那像去年我們的無人機出口到歐洲，特別是到捷克跟波蘭，是成長了好幾百個%，就成長了很多倍。对，這個我們知道。好，那另外就在這次電腦展裡面，我們也感受非常強的是，其實在這次 AI 裡面，我也覺得台灣的那種進步、成長，實際上我覺得完全刮目相看，然後完全是無瑕謀。我們最喜歡講一個故事，就是川湖以前做系統櫃的，你就是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滑軌嘛，滑軌有什麼了不起？可是後來才知道說，原來你要進到 Vera Rubin 的滑軌，你的公差要1/1000。那為什麼那個滑軌的公差要1/1000？是因為那個滑軌上面你就有 PCB 板，你上面也有那個所謂的液冷的那個接頭。那我如果因為他講黃仁勳講，以前我要去修一個東西，我要2個小時。我現在如果有這個滑軌的系統，我有這個組裝系統，我一推進去的話，5分鐘我就好了。那推進去就是他說那個多難？他同樣是滑軌，它不是系統性的滑軌，我只要一推進去，公差只有1/1000。你才可以精準的接頭接上去。他說那個接頭只要有一點的誤差，水就會流出來。水只要流出來的話，那你這整個機櫃就完蛋了。那我們再看到以前我們不是做雙氧水的，双氧水以前不是用拿來擦手，他沒有。現在台灣的雙氧水做到說，像我們整個房間，像我們现在整個房間，你只能不到1粒的灰塵。我心想說，台灣等於是可怕在於說，以前我們都覺得我們是，以前不是電影常笑我們台灣嗎？一個雨傘壞掉，Made in 台灣，然後那個在外空太空站裡面出問題，然後就撞那個櫃子，就說該死的台灣製造。可是現在你的感受就是，我們的整個升級的狀況，透過 AI 升級狀況，我們的精密工業，我們的整個的水準，
是比我以前小時候想象的差好多好多。你剛剛提到滑軌哈，大家有空啊，可以去台北世貿中心，就是我們的機器人館哈，去看一下上銀科技。上銀它就是在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頂尖出色，而且它結合了很多新的 AI 的這個技術。所以我剛才講到那14家日本機器人大廠，他們看了以後也都非常的肯定。所以我們現在真的就是寶傑你所講的，我們已經不是無下阿蒙做那種廉價產品的時代了。那這次 Computex 等於就是我們全面國力的展示，因為這當中其實除了半導體跟這個資通訊之外，我剛才講的說，像我們精密製造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。對，像上銀科技這種在自動化跟機器人上面所展現的實力，這整個加總起來，就是台灣讓為什麼會是大家一定非得要來，然後一定要台灣的這個供應鏈才行。對，而且我覺得台灣的供應鏈還有一個你剛才講的我們人的一個特質哦。我看到蘋果在中國裡面有提到一個故事，它裡面本來是說 Apple 本來是要去把這個很多的单子要交給了这個我們的某一家廠商，然後呢某一家英業達，好的英業達就不行，我已經幫另外一家代工了，然後呢我就不要做了，那我就怎麼做呢？我就介紹給台灣另外一家公司做。他跟那個人講說，他其實很難想象，因為在其他國家裡面這是競爭對手，我怎麼可能說今天你的東西我交給你做，你做不來你可以交給另外一家做。我後來才知道說，這原來是台灣供應鏈的一個特色。因為台灣供應鏈的特色裡面是我們其實有一點共生的關係，有時候我們大家彼此幫忙，我吃得了的單子我吃不了我的單子我就 share 給別人，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是有些東西是可以一起研發一起合作的。就像剛剛講到的那個機軌裡面，你不是只有一個，我剛剛講的川湖的滑軌要做好就好了。你知道川湖的滑軌加上這個奇鋐的這個頭，再加上那個 PCB 板，然後在中間3個要不斷的開會，3個要為什麼今天他要在北士科？因為他在北士科裡面，他就可以把同時所有的人都找來。我覺得這種以前我們都覺得台灣人是一盤散沙，台灣人不會合作。可是你在看這個過程裡面，台灣的合作能力很強啊。台灣這個所有的過程裡面都是跨領域的合作，特別是以台積電為核心，然後把不同的所有的領域裡面加起來共同解決問題，我才有今天的發展。我看到這些故事，我都覺得很感動啊。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電子業蠻團結的，對，我覺得很特別。你剛才提到的那個轉單哈，大家互相幫忙啊。在前一陣子我去河內參加一個活動，那我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，所以電子五哥現在很多都在北越設廠，所以我就請這電子五哥在河內的總經理大家一起吃飯啊，來聽聽他們這個現地的意見。結果很有趣的就是，因為越南現在也缺工，所以越南的工人呢，特別是在電子廠哈，他學了一點功夫以後啊，他就會想要跳槽，然後去要更高的工資，所以我們這些電子廠的總經理跟我講說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默契，就是說，如果不接受跳槽，對，不接受跳槽。如果是你公司的，然後跳到我這裡來，想要個更高的薪水，這等於不要惡意挖角，不要惡意挖角，對，然後互相等於共同組起一個護城河。那不然，因為越南工人哈，第一個缺工嘛，對，那因為缺工的時候，你資方就常常要用更高的薪資才能夠補足你的勞力缺口。那所以這些電子五哥的 CEO 呢，越南的 CEO 他們說，我們有一個共識，有一個默契，就是如果是我們這一群人，其他的公司的要跳槽過來的，對，我不收。所以我們常常講，台灣人都是出去都單打獨鬥，然後都是台灣人欺負台灣人，台灣人吃台灣人。其實隨着我們就慢慢的到國際上，我們開始形成這些聚落，這個狀況是已經大幅的改變了。哦，現在我們台灣人在全世界各地已經真的是一個國力的延伸，而且因為全世界產業的布局的需要，那前一陣子大家有探討一個問題，說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，所以大家都要在地化。那這樣子是不是會掏空台灣的產業？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過度憂慮，
反而因為大家都在地化的時候，大家都需要台灣。那大家都要在當地建立一套製造系統的時候，那台灣就是他們最好的夥伴啊。所以將來我們就是必須到全世界去布局，然後去做更多的這種製造能量。台灣要走出全世界，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。你自己看到了，這當然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啊。那日本在1980年之前，它主要的也是在日本生產，然後賣到全世界。但是因為它的實在是品質好，而且這個又賺了很多貿易順差，所以1980年開始，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以後，日本的企業就開始，特別是汽車廠，開始往外擴張。那像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這些日本大汽廠，他們都是在80年代，因為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壓力，到美國去設廠，一開始也都經歷過很辛苦的學習曲線。但是，一旦在美國市場適應生根了以後，他們用美國市場培養出更大的實力，所以現在日本的車廠通通都變成世界級的車廠。那這個就是一段必經的過程，而且一定要經過這種全球布局、海外練功的階段。所以我們的電子五哥、我們的台積電、我們現在這些封裝廠，他們都在走同樣的一條路，必經的路程。都是必經的路程。而且那个对台灣不是一個壞事情，不是一個壞事，不會去掏空台灣。有沒有人說日本的產業被掏空？那像 Suzuki， 我們認為 Suzuki 在日本的車廠是比較小的，但是他很早就到印度去耕耘。所以印度的馬魯達 Suzuki 現在是印度最大的車廠。是。那 Suzuki 它最大的產能呢，不是在日本，是在印度啊。所以未來台灣也可能這樣子。是這樣子啊。好，那你這樣的最後就是這樣，我們剛剛講台灣現在的護國神山，大家就講是台積電。那我看到你在這個演講裡面講的 AI 跟地緣政治跟這個都會改變這個世界。那台灣當然也會有更多的，因為這個 physical 的這個 AI 的關係，台灣也會有一些很大的變化。那你現在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，我們這個地方對台灣，因為我們剛才講台灣現在是生產，可是我們在應用上面似乎是還有非常大的一條路要走，是嗎？應用這一塊就是說，我們台灣呢，如果你把 AI 分成兩部分，一部分是 AI 產業生產的這一部分，那台灣呢絕對是最大的贏家。這個都反映在我們的出口，反映在我們的股市上面。但是另外有一場戰爭呢，是 AI 應用的戰爭。那這場 AI 應用的戰爭呢，就是從 AI 1.0的時代到 AI 2.0的時代，企業都在快速的導入 AI， 用 AI 來提升它的競爭力。那這個呢，全世界大家立足點平等，因為所有的工具都在那裡。對，那你不管你是要用這個 Cloud 的這個 B2B 的 model，或者是你要用像這個 OpenAI 等等的，大家立足一點平等。那誰能夠用 AI 來強化它的競爭力？它在市場上一定是占更好的起跑點嘛？對。那這一點是台灣企業需要比較迎頭趕上的。那台灣的基礎設施夠嗎？台灣的電夠嗎？台灣的這些基礎設施夠嗎？不，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很用心，而且是有注意到這些問題啦。那所以總統的 AI 10大建設裡面有6項是基礎建設，那4項是關於人才的培養。那這段時間我接受很多國際媒體的採訪，他們也問我同樣的問題。那他們特別關心這個人才。人才。能源是一個老議題。能源議題不是只有台灣有，全世界都有。是。那寶傑你可能不知道哈，現在科技公司拼命的蓋 data center。但是美國現在有一股很強大的反 data center 的民意。因為電不夠。不是電不夠的問題。因為 data center 當然電是一個問題。如果你這個地方蓋了 data center，會排擠原來的供電，這是一個問題。但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data center 哈，它除了用電用水之外呢，它很好看，但是沒有產生什麼就業。有的 data center 它
因為機器的運轉還會像風電一樣有那種低音頻的這個噪音，所以在美國呢，70%的民意都反對蓋 data center。對，所以這是普遍全世界的問題。能源的問題，電的問題。那每一個國家都面臨同樣的處境，也不是只有台灣而已。那在人才方面，我覺得政府是蠻用心的啦。那現在就是說，企業界要如何能夠快步的跟上這個腳步？那我還是一直提醒企業界，就是說，現在是 AI 2.0了哦，那不要再用 AI 1.0的觀念來看待或者來處理你公司的問題。好，那董事長，你在接手這個外貿協會董事長的時候，整個狀況應該改變很大了。其實外貿協會一個重點就是把台灣帶出去，要把全世界帶進來。那這幾年有什麼樣看？我知道說你去了亞利桑那，你去了東南亞，你去了很多的國家。現在台灣現在的這個國家，跟你當時在外交部的時候，或者整個台灣外國人怎麼來看待台灣人的發言權、台灣的影響力，在這幾年之中，你的感受一定最強烈。它有什麼樣的變化？但我之前的外交部長的角色。那是一段蠻辛苦的，很辛苦的時期。那當然，因為台灣我們在國際上外交是我們的弱勢，但是我們產業是我們的強項。那所以我這兩個角色都扮演過了，對，無論是強項跟弱項我都扮演過。那我感受當然是很深刻。能夠身為國家的外交部長，絕對是一生的光榮。再怎麼辛苦，都很驕傲。那但是在外貿協會董事長的這個職位上面呢，那我們可以把台灣的產業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。那我們出去的時候呢，現在大家對我們都高度的重視，高度的禮遇，跟以前有不一樣。跟以前很不一樣。怎麼不一樣？我非常好奇，就是一樣的台灣人，一樣的職位，你現在走到國際，你跟人家聊天，或者你要見誰，你不見誰。跟以前都不一樣嗎？因為我知道以前台灣要去見誰不是那麼容易的。我舉個例子，2年前的8月，我們跟貿協電工會還有電路板工會合組一個代表團到墨西哥，我們先到墨西哥去訪問。墨西哥的經濟部長花了2天半的時間，全程陪我們。第一天是晚宴款待，第二天陪着我們拜訪墨西哥首都附近的2個工業區。第3天早上，在墨西哥的經濟部，我跟李思清理事長、李昌明理事長，我們3個人跟墨西哥經濟部長共同坐在台上，然後把所有的墨西哥媒體全部找過來，來宣布這次訪問的成果。對，這個你就可以想到說，台灣現在在國際上對受到重視的程度。所以這個真的就是我們可以好好發揮產業實力的時刻了。那東南亞呢？東南亞我有點好奇，因為東南亞畢竟有一個中國跟台灣的一些競爭的關係，他們有一些忌憚中國的一些關係。那我知道你花了很多的力氣在東南亞，那東南亞先跟我們的互動呢？因為特別是我們的 AI 產業鏈很多是跟東南亞有一些密切的相連的。東南亞在政治上啊，對這種地緣政治還是比較敏感的，就是對兩岸之間的處理還是比較敏感。但是他們在產業方面呢，是非常非常希望跟台灣加強合作。那當然，因為台積電現在在世界太有名了，所以大家都希望說台積電能夠去他們那邊設廠。那我們知道說要設一個 Fab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啦。傳統上認為說，我們跟東南亞的合作都是貿易，或者是台商在東南亞投資的製造業。大家沒有注意到說，我們現在在半導體、跟 AI、跟自動性產業方面，跟東南亞的合作也非常密切。對，我們跟馬來西亞的貿易成長翻倍。但是因為全球這一股 AI 熱潮，不但讓台灣扮演領頭羊的角色，對。馬來西亞因為檳城，它被稱為這個東南亞的矽谷，因為它的封裝很多在那，它的封裝很厲害，所以很多半導體公司，包括 Intel，還有很多我們台灣的半導體公司都在檳城加強投資。對，那也因為這樣子，所以它就帶動更多台灣
半導體跟資通訊的這些零組件的需求。所以我們對馬來西亞的貿易順差跟我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樣，也是一飛沖天。對。那我們跟新加坡也是一樣。新加坡是傳統上我們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，因為它也是一個轉口港。那但是我們跟新加坡現在的貿易裡面有很多就是半導體創造出來的。那東南亞的這次 Computex 有很多是來自東南亞的這些科技跟專業人士，也有很多來自新加坡的朋友。那他們都很希望透過產業來跟台灣加強合作。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一個好的契機啊。所以沒想到台灣居然透過半導體、透過 AI、透過這個產業鏈，我們變成一個核心，變成一個大家需要跟我們交往的一個這個重要的關聯點。是，這個都過去沒想到。好，到最後一點，我們留一點時間。我覺得大家很沒注意到，我可以透露你的年齡吧？你現在是67還是68歲？你知道我領進勞卡已經兩年多了，快3年了。你如果看到了這個董事長，你看到黃芳董事長，你絕對不會相信他的年紀。你要跟你講，他現在這個狀況，他可以爬101，而且他爬101還是可以得獎。然後他現在還是非常認真的在訓練他自己的身體。我覺得你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啟發，就是你走過這麼多的這個路程，你的工作這麼的繁忙，然後呢，你居然還可以這麼樣的照顧你自己的身體，而且還可以把你自己的練得這麼樣的強壯。我從年輕開始就有運動的習慣。我知道你喜歡游泳、跑步。那這個事實上，我覺得從運動當中呢，我們開啟了很多這個人生當中就是不同的風景。真的開啟了很多不同的風景。對。透過運動結交更多的朋友。然後我今年爬完台北101以後，我有一個企業界朋友，他剛跑完波士頓馬拉松。他說 James， 我們2個要一起慶功，所以一起辦一個慶功宴，交很多朋友。然後其實你透過運動你更了解你的身體。像您剛才提到我的年齡嘛，那所以我就會去關注說，當人年紀到了一個程度以後，身體會有哪些變化？那我能夠透過什麼的方式，讓它維持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？那這些當中就包括說運動、生活、社交。那運動呢，當然是一個核心的要素啦。因為現在大家也都很重視這個重訓。對。那我知道寶傑你重訓也是非常有成就的。我也覺得不得不然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對。不過我覺得你剛才講，很多人覺得說，你可能因為年紀大的關係，因為很繁忙的關係，因為工作壓力大的關係，所以你就不運動。可是這個東西放在你身上完全不合理啊！你可能比更多人要忙啊，而且你不但在台灣忙，你還跑到全世界，而且你要去調整各種的時差。即使在這麼忙碌要調整時差的這個工作壓力狀況下，我覺得你很難得的，你還是做這件事情。這個就是我講的說，因為透過運動你發現很多人生的風景。我舉個例子來講，我工作真的是非常忙。那這2天 Computex 的展會期間那我這個從早到晚回到家一躺下去就不省人事。但是呢，我在忙的時候呢，有的時候我反而會反其道而行，我不是休息，要運動。我到健身房去，對，我做15分鐘的重訓。对，那15分鐘的重訓之後，因為你的腎上腺素、你的荷爾蒙被刺激了，我整個人就不好意思就好像打了嗎啡一樣。所以我一回到辦公室、回到會議室的時候整個這個神清氣爽，就活過來了，又活過來了。有的時候很累的時候，我反而是。這是你嗎？你可以直接做引體向上，而且是標準的引體向上。我一般就是做10下。你可以做10下引體向上，而且是標準的，而且把手放直了实體10下。這很厲害，這代表你的背力非常強不是，我說你後背的那個背力，不是手的背力，那代表你的背力非常強當然，引體向上，寶傑你知道嗎？一定是從核心，然後背、肩、手背，這個都是要這個一體協調的。對。而且我看你都是做這個所謂的自由訓練，自由重量訓練代表你的身體的協調跟穩定度是非常強的，而且對你的關節是非常重要的。是。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東西。
你剛剛講到這波士頓馬拉松，我覺得現在的時代不一樣，以前是拼喝酒，誰喝的酒比較多，誰喝到什麼好的酒。我覺得現在的很多的成功，或者很多像比較重要的，或者你要交朋友的，你反而是誰能夠跑到，你能夠跑到東京馬拉松，你跑到了波士頓馬拉松，波士頓馬拉松當然是一個聖殿，那個其實對整個現代的社會或是重要的老闆，他們的生活的改變就非常非常大。所以像以前大家喜歡喝酒會拼誰的酒量好。我覺得現在很多企業界大家聚會的時候呢，都在比這個，不是比啦，就是分享說我們運動的心得，跑馬拉松的心得，健身的心得，重訓的心得。對，那個非常精彩啊，我覺得非常精彩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健康。我覺得台灣這樣很好，台灣走向一個健康、強壯、然後富裕的一個社會，我覺得那是台灣每個人的福分。而且，因為你可以設定不同的目標，那個除了你的事業目標之外，你的這個健身目標是讓你一項可能更有滿足感的的一個目標。對，像我今年呢，我就跟我過去爬101的時候啊，都是憑這個一般的常識在爬101，但是今年我跟2個 AI，Gemini 跟 ChatGPT，我從1個多月前就跟 AI 深度對話，對，說我今年你要爬101，要爬101，然後我60幾歲，你的策略，我過去的成績是怎麼樣？所以我要 AI 把我從1個月開始，我的飲食、我的訓練計劃應該怎麼制定？那甚至細到比賽當天早上，該吃什麼？然後比賽前1周，你絕對不能碰什麼，然後要充分休息。所以這次比賽前2天呢，我真的做到充分休息。真的有用嗎？真的有用。你的 AI 教導你的，真的像一個好的教練教導你是有用的。真的，但當然前提是你要照着做。那我今年就真的照着 AI 給我的課表去做，就是飲食跟訓練計劃。那理論上我今年比去年年紀大1歲了，而且是快接近好我今年滿68歲。OK， 理論上呢，我的成績應該要比去年差。對，這是人體的生理法則。對，我今年就要試看看，說我能不能透過 AI 挑戰生理法則。結果我真的突破了。進步很多嗎？比去年進步。太好了。對，所以理論上就是你年紀越高的時候，你的成績會下降。是。那所以你設定一個目標，然後你真的達成了，我對抗了我的這個生理法則，我就覺得光是這一點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。我覺得你光講到這個，你都非常的開心了。好，我們剛才講的，台灣其實已經非無價阿蒙了。過去我們台灣都覺得我們是亞細亞的孤兒，我們是一個邊陲小國，我們今天無足輕重，我們都會妄自菲薄。可是我們剛才講，從這一次的台北電腦展，你要跟他講，全世界33個國家。你看到這麼重要的大老闆，這麼重要的資金，包括你連中東的主權基金都絡繹不絕的要來到台灣，要跟台灣來建立聯繫，就知道台灣真的已經非無價阿蒙，我們已經開始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現在的重點是，你怎麼樣認清自己的角色，然後呢，真的把台灣，就像剛剛董事長講的，把自己變成一個強壯、富裕、健康、富有的這個人生，台灣越來越好。非常謝謝董事長。各位寶潔朋友圈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您對我們的支持，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，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，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，我們要自我檢討，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。所以，我們就剛剛講到的，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？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？淑娟說：“支持寶潔集團隊，你們是最優秀的。”非常謝謝您的肯定。當時講說，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。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。聽後X5R他說，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，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。我覺得應該這樣講，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，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，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。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，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，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。你沒有管制，第一個你的品質，第二個
你是對台灣的商業、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？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。Rookwood 0222他說：“天佑台灣，感謝寶傑，一起保護台灣，台灣人加油。”當我們希望說，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，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，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。Karen 說：“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。”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，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，那是一種福報，我們會非常珍惜。喂，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，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，面露凶相嗎？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，我們不予置評。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，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，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。也就是說，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。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，其實是台灣。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。好，剛剛講到的，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。其實我們剛剛講到，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，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，我只告訴你說，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，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，我學會一句話：相信台灣，相信人民，相信台灣，相信人民。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。